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《星球大战》的载具，是由孩之宝出品的波巴菲特的 Slave One 奴隶1号。这款载具呢，其实真的非常的大，从盒子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接近40厘米的宽度。我们拿出一个6寸的星球大战人偶比较，跟它站在一起呢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。如果说是375的话呢，其实盒子上面的这个比例大概跟真实的375比例呢是差不多的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个盒子上面它明显的写着，而且它是拿多国的语言来写的这一句话 ，Figure not include， 就是说它不包含任何的人偶配件，就只是一个载具。然后它的侧面是这个样子，它各种的玩法展示呢都有，然后正面跟背面其实一样。翻到这一面呢，可以看到有汉索罗被封印起来，可以装在这个飞船里面带走的这种感觉。然后这边呢是波巴菲特驾驶的样子，它这个飞船的话是不能坐在里面的，就只能站在里面，然后把它包裹住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所有的配件了，两边的这种机翼，然后2枚炸弹，一个被封印起来的汉索罗，然后就是驾驶舱门，这个整个是一个透明材质，还挺大，还有一个巨型的支架。因为波巴菲特的奴隶1号啊，它飞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是有这种，它这样立起来飞的，所以说要有个支架支撑一下会好一点。然后它这里的盖子呢也是，这里的盖子是可以打开的。记得这里这个机舱也可以打开，打开了以后呢，里面还有一个像这种可以装人的发射舱吧、逃生舱之类的东西吧。注意一下它前面这个机翼的安装位置啊，下边的这里呢是有一个大型的插口，然后上面呢是一个小插口。我们先把下面这个孔洞呢给它对上，直接用点力插进去。然后上方的这里的话，它是一个软胶件啊，这里整根是一个软胶件，它可以这样折叠的，所以说这里就插好了。好，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，先对准下面这个，然后把上面这个再插进去。插好之后呢，它现在是一个降落的状态。降落状态的话，它现在是这个样子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把它调整一下。好，背面的这个涂装的话还挺漂亮的，它是在塑料原色表面呢加上了一些渗线液，从而达到一种做旧的效果。整个的这个细节刻画啊，基本上是跟剧中呢达到了很大的还原度。在这2个地方呢，就有它的炮弹，把这个炮弹呢直接给它卡进去就可以了。就用点力啊，它旁边是有这种装置，把这个按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把它这个炮弹卡进去了。好，背后就是这样。翻到正面来，在它的这个奴隶1号起飞状态的时候呢，它是这样竖着飞的。飞的时候呢，两边的机翼呢是要朝前的，所以你要把这个后面呢，通过它的这个关节呢，给它这样卡上来。它这里你把两边掰到位之后呢，会有咔的一声，然后呢到位之后啊，它其实呢这里。跟大家来看这个驾驶舱啊，就是无论你怎么旋转呢，它是会保持这个驾驶舱呢是正面朝前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到它的这个底座，把底座就直接这样放进去之后呢，奴隶1号就可以很平稳的这样竖立在这个平面上。整个驾驶室的刻画呢，其实还可以，跟很多的这种细节啊，其实细节方面呢，它都是有做出来的，有很多这种管线啊、纹路的刻画。但是到了前面驾驶舱的部分呢，它却并没有进行到上色，这里还是有一些遗憾。其他的地方其实细节，包括这个底面呢、脚踩的地方呢，也是有给出来的。它两边呢，这里是有这种卡点的，然后你把这个人偶呢，它的腰这里呢，正好是有个位点嘛，然后把它这样卡进去。我是没有波巴菲特的375寸人偶啊，也没有6寸的。它卡进去之后呢，做到这里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还挺合适的，这样包括这个样子，那这个样子飞的话，感觉很难看到啊，所以还是这个样子要合理一点。然后我们拿出这个差不多乐高的这种人仔吧，乐高人仔的波巴菲特呢，其实也是可以放在上面的。你需要一点固定的东西呢，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。
你至少你从正面来看呢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换成波巴费特，就是只录一个头的话呢，还是看起来比较符合比例的话，如果说大家不方便买到的话，前方的空洞这里呢，可以把焊锁螺直接给它收纳进去，然后包括后方的这个舱盖这里呢，我们再把它打开一次。打开到舱盖之后呢，直接可以把这个东西呢也给它塞进去。好，变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它的这个打开之后，这里是它的右边呢，这边可以打开，可以看到1、2、3、4、5，包括前面这2个呢，还有2个贴纸的部分。这里的灯光的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种结构吧。然后下方呢，还有这种可供人偶站立的位置吧。确实啊，这个孩之宝它自己的375寸人偶脚底板呢，都有这种一个圆圆的洞，把这个洞就结合上去的话呢。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站得很稳，站在这上面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比例效果。其实的话，真的还至少可以收纳10个左右吧，可以收纳10个左右的375人偶。最后呢，就是来安装它的这个驾驶舱盖了。首先，它的末端呢是有2个这种卡点，就正好就卡在它的这个机型的顶上。但如果说你这样硬卡的话，是很难把它卡进去的。我建议的话呢，是先卡好一边之后呢，另外一边呢还是找一个这种工具啊，找个这种钥匙之类的，然后呢把它这样朝里面稍微按压一点，但不要按得太用力，稍微按压一点的同时呢，把它向下推。好，这样插进去之后呢，它这里就可以一个很稳固的结构了。放到下方这里的时候呢，这里还可以这样卡住。整个的塑料材质给我的感觉的话，摸起来至少是很舒服的。然后表面上它的这个涂装处理呢，也是做得很好它在这个底部的这里呢，2门炮这里呢，其实是有弹射结构，这里就不展示了。你把那个弹射放进去之后呢，其实可以发炮的，它是有这种齿轮固定卡点。好了，本期的星球大战奴隶1号飞船的介绍呢，就简单介绍这里了。这款玩具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适合星球大战粉丝吧。当然，如果像我这样玩变形金刚、星球大战玩具很少的人来说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场景来看，因为它整个身上的涂装看起来很不错，而且科技感呢也很足。我拿一些这种6寸的人偶，这是6寸的，站在它面前的话，显然是大了然后当了这个小的宝宝的话呢，放在这里看起来还挺合适的。